这时，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走上前来。这小少爷，不知你这原石卖不卖啊？我愿意出价3万两。3万两？齐掌柜一听，只觉得心肝肺疼的挤在一起了。那是3万两啊！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？竟然将这泼天的富贵40两就出手卖掉了！这个人不厚道，这种极品怎么可能就值3万两？我出5万两。我出6万两。一时间叫价声此起彼伏，齐掌柜在旁边气得直接晕了过去。这翡翠不出售，诸位不要再出价了。不出售？小兄弟，这原石你不出售，要拿来做什么呀？宜昌坊不是会推出翡翠饰品挂件，还望各位光临。喜欢这翡翠原石的诸位一定要来哦。原来是宜昌坊的文掌柜。赌石坊的掌柜笑意盈盈地走上前来。刚刚隔着老远就觉得眼熟，没想到竟是扮成男儿身的文掌柜啊。夏掌柜，今日在赌石坊引起的骚动，还请您海涵。无妨无妨，这么极品的翡翠出自我们赌石坊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想必今日之事很快就会传播四国了，我们赌石坊也跟着水涨船高。这赌石坊背后的东家是张家，他们挑选的掌柜也必然十分精明。一番话说下来，让人心里极为的舒服。离开赌石坊之后，文熙便直接回了百草堂，一如昨日一般的盛况。门口的队伍排得很长，都在等他开门坐诊。为了能看病，人们早早的便来排队。午时刚过，病患也看完了，文熙觉得精神疲惫极了，猛灌了几口灵泉水，才觉得舒服了些。姑娘，主子来信问您需不需要医师？需要，他可太需要了。告诉莫玉眼，有多少来多少。天天坐诊的日子真的是太要命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浑身补丁的老人背着一个蛇皮袋子，步履蹒跚地走进来。老人家，您是买药吗？我来是想问问你们收不收草药。老人的蛇皮袋刚刚解开，文熙便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草药味，不禁让他精神一振。老人家，我们家只做药丸，不卖草药，要不您去其他家问问看啊。老人点点头，刚准备将蛇皮袋子系上，就听文熙说道：老人家，这草药我收了。老人一愣，抬头看向收源处，一个小姑娘俏生生地朝自己走过来。这些草药正好是我们制作药丸所需要的，您真是神了，竟然能找到这些草药。老人只是淡淡的一笑，将袋子打开，拿出了一株草药递给文熙。小姑娘，你看这个品相的可以吗？伙计看见后眉头微皱。老人家，这不就是芥草吗？哪里是草药？还有这芥草怎么不新鲜了？有点蔫了。老人淡笑不语。你不懂，这哪里是芥草，形似却不是。他拿起一株草药，轻声地说：这是季荣草，生长在极寒之地。季荣草可以长到3尺高，但是只有尖处的3寸可用，极为珍惜，并且只有将其晒至半干才可入药。他看向老人说道：您极懂药理。你这个后生不错，不知我这袋子草药你准备多少银子收？这袋子季荣草是不可多得之物，多少银子都不为过，您说个数就行。说您日后还能有这样的草药，只要送来，多少银子都可以。你这个小娃娃，老夫喜欢。这样吧，50两银子，这袋子给你。走了这么多家药堂，只有你识货，他们连这季荣草都没见过，真不知道怎么敢给人医病的，还敢说自己是什么御医的后人。我若是他祖宗，怕是都要从地里爬出来。文熙一听，心中有了计较，看来这位老人家不简单哦。给老人家拿100两。小娃娃，老夫就要50两，多1两都不要。话落，他从托盘上拿出了50两银子，揣进了兜子里。这50两银子，老夫可以喝上几日美酒啦。他边哼着文熙从未听过的小调，边提着空的袋子离开了。姑娘，您看什么呢？瞧见文熙发呆，安姨忍不住问道：这个老人家以后不论送什么东西来，照单全收，即便是不认识的，他要多少银子都可以。若他没有猜错，这老人家绝对是一位隐士高人，
这鸡绒草只有在极寒之地才会生长。还有一点他没有说，除了极寒之地这个条件外，还得是在峭壁上，普通身手的人是绝对无法摘下来的。他不仅摘了下来，还摘了这么多。看着年纪很大，走路颤颤巍巍的，但是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他脚步极轻，这都是习武之人的特征。武功极高，又精通药理，这怎么会是一般人？知道了，姑娘。自从赌石坊开出了玻璃种帝王绿这种极品的翡翠，不少外地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慕名而来，一时之间赌石坊人满为患。你是说霓裳坊的掌柜开出了那块翡翠？听着夏掌柜的汇报，张元问道：正是，这文掌柜真是有这个气运，40两银子开出了这等可遇不可求的极品，真是让人羡慕呀。气运，单单就是气运吗？张元才不相信真的有这等巧合。文熙他见过，能治好他娘亲几10年的顽疾，这种人怎么会没有真本事？若文掌柜再来，定要好好招待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文掌柜这次靠运气开出这等极品翡翠，下一次若没有这样的运气，怕是很难开出翡翠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要小瞧了他，我们张家的恩人岂会是只靠运气做事的？是。夏掌柜心下一惊，没想到文熙竟跟自己的东家还有些渊源，如此看来，这娃娃是真的不简单呐。这日，夏掌柜正在楼上整理账本，就听店里的伙计来报：掌柜的，快来看看吧，有人在咱们铺子里打擂台了。打擂台？什么擂台？是一个东瀛人，东瀛有名的赌石圣手，基本没有败绩，跟京城来的一个世子大人杠上，二人要在这里打擂台，比个输赢。东瀛的赌石圣手？夏掌柜沉吟片刻，猛地说道：是那个叫竹川的人？正是。坏了！夏掌柜赶忙从后门离开，赶往张家。张家家主早已知晓今日之事，现在已经召集了张家人在正厅议事了。家主，我认为并无大不妥，管他打擂的人是谁，只要是在咱们赌石坊买的原石，切掌了，对我们都是有利而无害的呀。我不这样想，那是东瀛人啊，在我们东城跟京城的世子打擂，若是咱们东城世子输了，咱们脸上也无光啊。再者，据说那东瀛的竹川放出话了，说咱们东城人绝对赢不了他。狂妄，太狂妄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还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就是家主，咱们张家世代西城矿脉，随便找个人出来都是赌石高手，不如我们派人去助世子一臂之力。张元坐在主位上，听着底下的人讨论，心中隐隐的不安，总觉得事情不会如他们所想的那般顺利。就在这时，底下人来报，那竹川已经顺利的赢了第一局。家主，再不派人过去，咱们就真的丢脸了。张元思考片刻，沉声道：让少爷过去。是。坐在底下的张家长老脸上都露出笑意，少爷自小就在矿上跟着师傅们学习，对付一个竹川定是绰绰有余了。赌石坊内，我说过，你们东城赌石还差得远呢。竹川狂妄地看着一脸菜色的燕王府的世子燕石，嘲讽地说：你说你是什么世子？还是管会议的王府，再学几年吧。围观的百姓们基本都是东城国人，见一个外邦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如此诋毁自己的国家，都恨得牙根痒痒。燕石拳头紧握，紧咬着后槽牙，忍着上去揍人的冲动，对手底下的赌石师傅说道：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赌石师傅们惶恐地擦擦头上的汗，这赌石的关键就在这个赌字，谁能保证每次都逢赌必赢啊？哼，莫要得意，我们还有2句。此次本世子亲自挑选原石。话音刚落，就见身后走来一个白衣公子。见过燕世子。燕石皱皱眉：你是？在下赌石坊的少东家张峰。他温润地笑了笑，说道：听闻燕世子此次前来，没有带赌石师傅，在下仰慕世子许久，对赌石有些心得，希望可以辅助世子赢得赌局。赌石坊的少东家。燕石黑着的脸逐渐有了笑意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想必自己赢的几率更大一些。好，允了。他大手一挥，对张峰说道：那里的原石你挑选一块，准备第2局。他低声说：本世子已经输了1局，比试共3局，若再输就……世子放心，
张峰走向那堆原石，挑拣了一会儿，拿出一个玉枕大小的石头。世子，在下觉得这块很不错。燕石点点头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本世子信你。他们这边刚选好原石，竹川便开始催促道：“你们选好了没有？磨磨蹭蹭。”张峰笑了笑说道：“大累也没规定选原石的时间吧？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”东城人真是废物，选个石头都像选妻子一样。随着竹川一起来的东瀛人嘲讽道：“不知道的还以为晚上要搂着石头睡呢。”围观的东城百姓的愤怒值已经到达了顶峰，要不是仅存的理智告诉他们打人犯法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冲上去将这群东瀛人打回老家了。赌石坊内的解石机传来咔咔的响声，虽说不如现代解石机快，但是他们改良过的机器速度快上许多。不多时，竹川那边就传来一声大笑：“天助我也！”恭喜竹川大涨大涨啊！随之而来的是东瀛人都喜上眉梢。往常有人切掌，周围的百姓都会跟着一起高兴，希望能沾沾好运。但是眼下切掌的是侮辱他们东城的东瀛人，他们怎么能高兴得起来？都目光深沉地看着那块原石。颜色水头都不错，这局我赢定了。百姓们将目光投向燕世子，只见他停下了解石的动作，唇角泛起了点点的笑意。涨了涨了，石子涨了！原本跟着燕石来的赌石师傅激动地说：“一点不比竹川的差，甚至品相更好一些。”围观的百姓见状，感觉与有荣焉，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欢呼声。咱们也涨了！哼，让那些东瀛人睁大眼睛瞧瞧，不是只有他们才懂赌石。张峰擦擦头上的汗珠，心中的石头微微的放下。幸亏赢了，若是赌输了，自己就成为东城的罪人了。竹川的脸色阴沉地看着那块石头，没想到竟让他们阴差阳错的胜了一局。竹川，不要以为赢了本世子一次就有多了不起，刚刚只是本世子疏忽，真正的比试才刚刚开始。哼，黄口小儿，等赢了今日所有的比试，再来说这句话吧。哼，走着瞧。说罢就转身去挑选下一块原石。文熙再次扮成了男儿身，来到赌石坊，还没进门就听到不少人议论今天的擂台战。他眼神微眯，又是东瀛人，不论前世今生，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？现在一胜一负，最后一局定输赢了。赶快去瞧瞧，可不能让那个什么竹川赢了，不然我们东城的脸都要被丢尽了。听说今日帮燕世子选原石的人是赌石坊的少东家。哎，若是今日少东家都输了，这赌石坊我便再也不来了。温熙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脚步坚定地往赌石坊走去。张家，少爷拿下一局，如今已经是最后一局了，只要再赢一局便好。张元听闻点点头，但是眉头依旧紧锁，不知为何，心中的不安没有丝毫的减弱，就像是能预感到一定会输一般。夏掌柜站在一旁，刚想说话，就听下面的小厮来报：老爷，百草堂的掌柜文姑娘刚刚进了赌石坊。你说谁？文姑娘。小厮被吓了一跳，在他们的印象中，家主始终是波澜不惊的性格，没想到今日听到文姑娘去了赌石坊，竟是这般的激动。张元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思考片刻，极其慎重地说：老夏，你亲自去找文姑娘，求她帮助燕世子和风儿赢得今日的擂台战。夏掌柜闻言心下一惊，文姑娘，老爷，虽说上次文姑娘开出了赌石坊有史以来最极品的翡翠，但是属下觉得她多半是靠运气，一个年纪那么小的女娃娃。他还未说完就被张元打断。老夏，文熙这个女娃娃不可小觑，按我说的做。夏掌柜见他坚持，便立刻回到赌石坊去找文熙。张元坐在正厅的椅子上，抬头望向院子中的天空。若是文熙能够帮助燕世子赢得赌局，那文熙便是他们张家的大恩人了。若是输了，张家的辉煌怕是要到头了。东瀛人在他们赌石坊赢了京城的世子，还大放厥词侮辱东臣，无论哪一条都够他们张家喝一壶的。此事传到京城皇家的耳朵里，他们张家会毫不犹豫地被碾死。赌石坊内，文熙来到擂台前，两边都在挑选原石。不消片刻，竹川便已经选好了。他得意洋洋地看向燕石那边。我说东城的什么世子，选好了没啊？燕石冷笑一声道：好饭不怕晚，本世子乐意。
此时正在挑选原石的张峰已经是满头大汗，忧心忡忡。原则上，他只能从自己在赌石坊内买的原石里挑选进行打擂，但是这燕世子买好的原石品相真的太差了，似乎将他们赌石坊内所有差的都买回来了。也不知道他带着那么多的赌石师傅是怎么挑选的。文熙好奇竹川选了什么原石，便尝试着用灵力探查了一番，竟然是个芙蓉种的，块头还不小，看来有几分胜算。反观东辰这边，连原石都没有选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哎呀，文姑娘，夏掌柜有何贵干？夏掌柜将张元的请求重复了一遍。文姑娘，拜托您了，赌石坊能否经营下去，就看今日了。文熙思忖片刻，点头答应。这件事在外人看来，想赌赢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大事情，但是在他的眼里，这些原石就如同明料一般。上次救了张家的2位老人，他对张家人还是极有好感的。如今张家家主这么信任自己，他也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心意，不是？夏掌柜见他答应，快步走上擂台，在满头大汗的张峰耳边耳语了几句，就见他的目光朝文熙望过来，点头应下。姑娘，您真的要上擂台跟东瀛人比试啊？若赢了，皆大欢喜；但是输了的话……放心，你家姑娘什么时候输过？文熙摇摇手中的折扇，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，走上擂台，对着燕石拱手道：燕世子久仰大名，在下姓文，对赌石有些许研究，也想上来跟东瀛所谓的赌石圣手一较高下，不知燕世子可否同意？文熙开出了极品翡翠的事情，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不少人来赌石坊也是因为慕他之名。如今他自报家门，燕石自然是想通了其中的关窍。自然可以。多谢燕世子。文熙转身走向原石，开始挑选起来。那边等待已久的竹川见上来的是一个小不点儿，不由得嘲笑：怎么，你们东辰是没人了吗？竟然让一个毛头小子上来打擂？文熙只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说话。竹川见他不言语，以为他胆子小，怕了自己，更加的狂妄无边了。我说臭小子，你挑好了没啊？催什么催啊？你活不到我挑完石头了不成？文熙上下打量他一眼，冷笑道：也不知道你这种长相的人，到底哪里来的勇气在东辰的街面上溜达？我若是长成你这样，早就自杀谢罪，盼望自己早日投胎，改头换面，以免出来吓人。文熙话音刚落，就听周围围观的百姓发出了一阵畅快的笑意。反观竹川和东瀛人，则是一个个面色铁青，却又无从反驳。他们东瀛人在长相上确实与东辰相距甚远，但是很少会有人将身材容貌拿来说，毕竟是一件极其不礼貌的事情。今日被文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短，他们不生气才怪。文熙说完之后，就继续认真地挑选原石。他终于明白刚刚张元为什么选了那么久都没挑出来，实在是这品质太差了。这时他的手无意间划过了一块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原石，若是扔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捡，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空间动了，就像自己前几日捡的那块帝王绿一般。他用灵力探了探，心中便有底了，将其拿了起来。块头不大，仅有手掌大小，但是秒杀竹川那块是绰绰有余了。众人见文熙走了回来，手中拿着一块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翡翠原石的石头，不免有些失落。燕石一眼便认出来，这石头是刚刚买原石的那个摊位的老板送的搭头，完全就是废料一块。文姑娘，这就是块废料，根本不可能出翡翠。竹川那边也看到了文熙选的原石，笑得更为大声了。挑选了这么久，还以为能有什么真本事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傻的。竹川，看来我们赢定了。百姓们的脸色也是极其难看。这人是来捣乱的吧？到底会不会挑原石啊？文熙笑了笑说道：放心吧，解开就知道了。张峰和燕石原本还想再劝劝，但是想到文熙前几日的丰功伟绩，只能硬着头皮将石头固定在解石机上。两边的解石机同时开工，原以为文熙挑的石头那么小，定然是他的先解出来，没想到竟还是竹川那边先传来好消息，涨了，赢定了！东瀛人激动不已，一脸挑衅地看着燕世子。
百姓们也都紧张不已，眼睛一错不错地等着张峰将石头解完。张峰头上的汗比挑选原石的时候还要多。这么小的石头怎么如此坚硬？莫非又是什么了不得的翡翠？想到这里，他手下的动作更快了。终于半盏茶之后，石头解开了。这是……他将原石拿下来，激动地对着台下的百姓说道：玻璃种帝王绿！玻璃种竟然真的是玻璃种！这是什么神仙运气，竟然能开出玻璃种？满是哗然，围观的百姓都激动不已。开出了玻璃种帝王绿，这就意味着这场赌局东辰赢定了。竹川等东瀛人脸色铁青地看着张峰手中的那块小原石，这千算万算没算到，竟然能开出玻璃种的帝王绿。这个时候，围观的百姓中有人说了一句：这小公子就是前几日开出玻璃种的那位吧？可不嘛！这里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到文熙，先前都是只闻其人，从未见过。但是他一战成名的事迹，却是让所有热衷赌石的人们口口相传。东瀛人一听，脸色更沉了。竹川眯着眼睛看向文熙，一次开出极品翡翠可以说是运气，但是接连2次，那就不单单是运气这么简单了。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极其强劲的对手。没想到东辰竟然能有这么厉害的赌石高手啊！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东辰地大物博，人才辈出，自然不是东瀛那种弹丸之地可以比拟的。今日之事只是给几位提个醒，这里是东辰，若是来体验东辰的风土人情，我们自然欢迎；但若是来挑衅……他眼神威厉，看得竹川一愣，他竟然在一个毛头小子身上感受到了压迫感。若是来挑衅，几位怕是会留在东辰这片沃土了。今日这次擂台战，就算是我送几位的见面礼了。你！竹川伸手指着文熙的面门，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为何要知道？文熙满不在意的模样，让竹川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们东辰人。柿子过奖了。竹川，按照我们的赌约，谁输了，谁就把自己买的原石留下，你可得说话算数。哼，几块破石头而已，就是拿来跟你们玩玩的，给你们便是。竹川瞪了文熙一眼，带着东瀛人转身离开。文熙看着几人的背影，对暗一使了个眼色。文姑娘，叫大名了，今日承蒙姑娘帮忙，燕某不胜感激。世子客气了，在东辰的地盘上，岂能容忍东瀛人作威作福？燕石看着他，只觉得心中似有什么破土而出。文姑娘不知今日可否有空，燕某想请您在天香楼用餐，表达感谢。多谢世子，不过今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怕是要辜负您的美意了。燕王世子燕石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位在京城就是一个小霸王。燕王是异姓王爷，当初在叛军谋反的时候救下了先皇，性命垂危，后来被东辰的皇帝封为燕王。这燕王世子是燕王的老来子，自小就被宠得无法无天，虽说不是魂不吝，但也算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。若是谁惹了他不高兴，定然会想着法子报复回去。跟他一同来的赌石师傅们见文熙毫不犹豫的拒绝，都不免为他捏了把汗。谁知道燕石不仅没有生气，还笑呵呵的让人将这几块已经结好的原石拿下来送给文熙。世子，我只是举手之劳，您这礼物太贵重了，尤其是最后那块帝王绿。无妨，你为本世子打赢这场擂台战，这就是你应得的。几番推拒无果，文熙只好收下。他还没离开赌石坊，他在擂台上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清平郡的大街小巷，大家都在议论这气运逆天的少年。回到霓裳坊，文熙将那块帝王绿留下，其余的都让下人送到做首饰的师傅那里赶制饰品。再有几天，霓裳坊的饰品展售就要开始了。先前帝王绿已经做了一半，剩下的料子他还没想好做什么，再加上今日的料子，第一场展售会应该是足够了。一直到傍晚时分，暗一才回来。姑娘，属下跟了他们一整天，并没有发现那帮东瀛人有什么异常，也没跟其他人有接触。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。这群人明显就是带着目的来的，怎么可能就是为了参观一个清平郡的赌石坊不远千里而来？他们今日都去了什么地方？从赌石坊出来后，去天香楼用餐，随后在街面上转了一下午，晚上又去天香楼用餐，之后便回了客栈。一天竟然去了2次天香楼。派人继续盯着。是。
姑娘，这是张家刚刚送来的请帖，张家家主说邀请您明日过府一叙。文熙点点头，想必今日之事张家家主早就知晓了，他邀请自己过去定是询问他赌石的事情。回到房间，文熙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本关于赌石的书籍研究起来。说实话，赌石的知识他只是略懂些皮毛，能开出翡翠完全就是用空间作弊的结果。旁人问起，他自然只能说是运气好，但是在张元这等人精面前说是靠运气，他会信？为今之计，也只能临时抱佛脚，恶补一下赌石的知识。世子，据属下打听来的消息，文姑娘的霓裳坊过几日会有翡翠饰品售卖，所以她才会出入赌石坊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燕石嘴角扬起了一抹志在必得的笑意。这么多年，还从未遇到过这么有意思的女子。京城的贵女大多无趣的很，天天吟诗作赋，矫揉造作，一个个还弱不禁风的，实际上心肝比谁都黑。她早就到了该娶亲的年纪，父王母妃也给她说了很多门的亲事，她都无一例外的拒绝。那些个女人娶回去做甚？整日在后院里勾心斗角，还不如她自己一个人来的自在。直至今日遇到了文熙，她才知道自己想要的女子究竟是什么模样。若能将她娶回去做自己的世子妃，什么京城贵女，什么皇亲国戚，通通都靠边站。第二日，文熙一早就带上空间里新摘的水果来到张家。文姑娘，张公子。文熙对张峰的印象还不错，虽说出生在高门世家，但是身上没有那些二世祖的痞里痞气。张峰看见陈曦手中提着水果，早就听闻霓裳坊的果子极其美味，却从未尝到过，今日有口福了。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老夫昨日还念叨着你怎么不来张家做客呀？早就想来看看二老，只是有事情耽搁了。他指了指陈曦提着的水果，专程给您带来的，还新鲜着呢。张老爷子早就闻到草莓的香味了，只是没好意思开口。如今听他这样说，立刻对下人说道：快拿去洗干净。张峰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，让文姑娘见笑了，祖父就是这样的性格。无妨，老爷子的性格很好。几人来到正厅时，张元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下人早就来报说文姑娘进府了，这都过去2盏茶的时间，怎么还没到？难不成是家里院子太大迷路了？就在他第3次让下人去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张老爷子才带着张峰和文熙有说有笑地走进来。小溪，你这果子叫什么来着？祖父，这个叫草莓。张峰先一步说道。老爷子瞪了他一眼，我跟小溪说话，你个臭小子插什么嘴呀？显出你了是吗？张峰瞬间闭嘴了，他是看出来了，文姑娘一来，祖父就瞧他哪儿都不顺眼。早些年就听下人说起，祖父祖母极其喜欢女孩子，娘亲怀着他的时候，祖父就天天盼着是个女儿，结果他一出生是个男孩，祖父祖母伤心难过了好长时间。以前以为只是有人嚼舌根，眼下看来，那些人说的只是冰山一角罢了。您若是爱吃，我让人每日给您送。好。张老爷子乐得合不拢嘴。张元看着有说有笑的3人，身上的怨念更重了。合着这几个人是躲起来吃了什么草莓，把我晾在这里这么久？张老爷，文熙走进正厅，微微的俯身行礼。文姑娘不必客气，来了这里就当到家了。张元向他身后张望几眼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上文熙疑惑的眼神，搓了搓手，干干巴巴地说：你们刚刚说的什么草莓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吃了，还给你娘留了一些，怎么有问题？没。张元苦笑2声，更觉得委屈。我等这么久，连草莓什么味儿都没闻到。张老爷今日找我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文熙开门见山地说道。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听说了文姑娘在赌石坊的事迹，便请你过府一叙。张元看了张老爷子一眼，只见他正专注地喝茶，眼皮都没掀，便继续说道：文姑娘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眼力，真是让在下佩服啊。您过奖了，赌石一门学问极多，我只是略懂些皮毛，再加上些运气罢了。说眼力，我怕是连您的10中之1都比不上呢。这么说可就太自谦了。玻璃种帝王绿这种极品翡翠，可不是一点点运气加上一点点眼力就能连开2块的。
说了半天，文熙也不清楚张元到底想做什么。难不成真的是我多心了？临走前，张老爷子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过几日来府上做客。文熙自然满口答应。回到正厅，张元叹了口气，对张老爷子说道：“爹，您觉得如何？”此女心思缜密，不卑不亢，虽说是农家女，但是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农家女的特质，反倒像是豪门贵族的世家女，甚至连世家女子都不能比呀。眼力独到，就凭她在这短短时间内做出的事情，就不是一般人。那我们之前说的事情，张元有些犹豫，此等大事关乎到张家未来的前程，他实在不放心将这么大的事情交由外人来做。看来这便是天意呀。下午召开家族会议，这件事儿由我来说。张元一愣，张老爷子自从将家主之位交由他以后，就从未在家族会议上出过面。这件事情关系到张家的未来，也只有老爷子来说才最有威慑力了。张家的议事厅内，张老爷子坐在主位之上，张元则坐在他的身后。众人见老爷子亲自前来，都有些摸不着头脑，看来今日有大事儿要说呀。关于张家10年前的赌约，诸位还记得吧？张老爷子话一出，几个分支的当家人面色都沉重了起来。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到履行赌约的日子了。各位有什么高见？原本意气风发的当家人们，个个都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默不作声。半晌，坐在左侧首位的最大分支的当家人张林沉声说道：“10年前的赌约本就是缓兵之计，我们张家的矿脉已经快要挖到头了，上哪儿去找新的？”就是，而且前些日子听说林家已经找到了一条矿脉，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。若是真的，我们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。另一个分支的当家人张鑫说道：“这个赌约的内容就是找到新的矿脉，并且拿出这个矿脉内的3块原石进行打擂，赢的一方拥有4国包括药玉的翡翠供应权。这么多年来，翡翠矿的生意一直是我们张家在做，如今若不能将这个生意做下去，那我们张家的富贵便到头了。”老爷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帮我们赌石的人，至于矿脉，或许我们也要借助此人的能力。外人？张家众人都不由得沉默下来。翡翠矿一直是张家的命脉，可以说张家的富贵能延续至今，都是翡翠矿的功劳。若是没了这矿，怕是张家就要从此没落了。老爷子，这人靠得住吗？你也知道，这矿脉对于我们张家来说有多么重要。张鑫面色沉重地说：“自然，我亲自长眼的人，你觉得会差？这几日在赌石坊连续2次开出帝王绿的人，知道吧？”这件事儿已经轰动了整个清平郡，在座的诸位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自然是知晓的。张家众人一个机灵，难道正是此人？只是我现在还没跟他提起这件事儿。张家人大喜过望，若真能请到此人，他们张家或许真的有救了。此人眼力非凡，能接连开出2块极品翡翠，定不是一般人。若想请到此人，不知我们张家要付出什么代价。张林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不过，若此人真的可以帮助张家渡过难关，即便是分出半份家产，也要将此人请来呀。”张家众人都纷纷的点头，跟后面的生意相比，半副身家已经不算什么了。张老爷子与张元对视一眼，知道这件事儿已经10拿9稳了，接下来就是要跟文熙说这件事儿。